不死你是吧？我扎死你！星儿啊，你这个小子来了。杀了他！知道老爷刚才差点被……行，子枫啊，来的太及时了，好功夫啊！哎，子枫，我都猫到这儿来了，你怎么找着的我呀？刘大人，皇上派我来召您进宫。老爷，这回躲不过去了。行吧，哎，行。哎，子枫，那你怎么来的？骑马。好，马归我，事儿归你啊。哎。什么意思啊？报官抓人呢，我去见皇上。行儿，走。臣刘墉叩见皇上。刘墉啊，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刘墉，听说你病了。谢皇上，臣正在求医讨药。好了吗？慢慢将养吧。刘墉，朕想问你，关于山东东昌府那起假传圣旨的案子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臣以为，这要根据傅大人断案的过程以及掌握的线索，逐一分析之后才能定夺。需要多少时间呢？这臣以为恐怕，那就得麻烦傅大人，把他掌握的卷宗以及线索交给微臣，臣看过之后再禀明皇上。是，刘大人。哎，有劳傅大人。朕不想等。刘墉，朕问你，假传圣旨，该当何罪啊？假传圣旨属于欺君罔上，按律当诛九族。犯了如此重罪且逍遥法外，侦办此案的官员该如何处置啊？依微臣看，当以渎职论处。好，那你就告诉朕，渎职该如何处置？启禀皇上，假传圣旨一案，按律当诛九族。行了，你刚才已经说过了。这臣还没说完呢。行，接着说。这个当诛，哎呦，启禀皇上，微臣最近病得实在是，这拿脑子，他这个脑子不灵光，我说哪儿了？刘大人，您这个借口找的呀？奴才该死，请皇上恕罪。恕你无罪，起来吧。这，告诉刘大人，他说到哪儿了？刘大人，您刚刚说到，犯有此案者，当诛其九族。对，谢公公，当诛九族，当诛九族。臣想起来了，启禀皇上，敢犯此案者，必定心思缜密，阴险狡诈。臣想此人犯这个案子他茶不思饭不想，夜不能寐，辗转反侧，想清楚了之后才做的，因此才能把案子做得了无痕迹。因此此案办起来难度甚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皇上，臣以为，
要督办此案，恐怕得多加时日。而且呀，皇上，短期内办此案的官员，连渎职都不能算。朕明白了。刘墉啊，你这绕来绕去的，是为了给富国泰开罪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皇上，臣不敢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少给我装蒜！我就问你，如果你去侦办此案，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启禀皇上，如果微臣督办此案，至少也得1月有余。更何况微臣这个脑袋现在，我这个脑袋呀，他脑袋不好用，拉出去砍了吧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息怒。刘墉接旨。臣刘墉接旨。朕命你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山东，会同山东巡抚傅国泰共同侦办此案。期限嘛，20天，明日天亮启程。皇上，20天时间可不够啊！你自己说的呀，你侦办此案只需月余啊。可是皇上只给了20天呢。刘墉啊，朕是让你和傅国泰共同侦办此案。之前他已经用了1个月，现在朕又给了你20天，这加起来将近2个月了。再说，朕还给了你一个帮手，你还不领旨谢恩吗？臣领旨谢恩。你都别喝了，你真要在这里喝一宿啊，夫人要是知道了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婶儿啊，你说咱们俩是在这儿喝酒呢，还是回去吃那个丹药呢？还是喝酒啊？是的呀，你喝上一宿，明天早上回府，你们夫人就跪了，咱俩悄悄的杀走。人参2钱，鹿茸2钱，雪莲花3钱，冬虫夏草3钱，龙涎香2钱。刘姐儿啊，老爷，千万别忘了回去怎么跟夫人说啊！您放心吧，老爷。暹罗国进贡的人参果，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记载，药效强劲，滋阴壮阳，绝对能让您生龙活虎。您一颗下了肚，绝对能让您生个大胖小子。对，借你吉言，生个你这样的。您瞧好了。敬酒，敬酒。老爷，怎么样？我这样的不行啊。哎，行，就你这样就行，别贫了。先去6王爷府。王爷，轻轻点，惊了我的鸟，成事慌慌张张。回吧。回王爷，姑爷子来了，来就来吧。哎呀，他干嘛来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这可应了那老话了啊，夜猫子进宅呀。我是不来。对，我是不来呀。你这么着，你就跟他说，我不在府里，去南方出游了。去，好。哎，刘大人，啊6王爷真的没在府上，啊，没在，真没在。我拎着这么好点匣子来看岳丈大人，他哪儿去了？出游，您把这点心给我就行。
那哪成啊？这是给岳丈大人的点匣子，那给你，那不成了肉包子打狗？有去无回。哟，这不是我说的这个。哎呦喂，你会的多呀你啊！哎，我再问问你，你还会什么呀？八仙过海。一个野人头。嘿，船头上跑马。走投无路。灯笼杆子上绑鸡毛。好大胆子！王爷哪儿去了？小小孙人呢？嘿，恭喜！你们可真是没用啊！京城就这么大点地方，老一个大活人，你们这么多人都找不着他呀？回哥哥，老爷昨天回来，换上官服就急匆匆出来了，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。那些什么酒馆、客栈，男人爱去的地方都找了，确实都找了。老爷一晚上没回来了。老爷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每一个人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岳父大人，别提了，皇上把我招到宫里头，让我呀下山东查这案子，怎么办呢？您说，我说要去，格格肯定不让；不去，抗旨不遵，掉脑袋。那到时候您得给小婿戳着呀。我怎么戳着？你说。您现在呀，赶紧差人把格格叫家来，抓这功夫我好走，要不然啊，连走他都不让你走。行嘞，哥哥别着急，刘大人昨天钓完鱼，被皇上召进宫了，不会有事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是夫人。皇上找老爷什么事儿？那我哪知道？这个死刘墉，一晚上不回来，也不找个人通报什么，害得我这一栋胡吵。笑什么？没。哦，对，来，你过来。叫夫人。夫人。他谁啊？她呀，是刘大人救下来的苦命丫头。老爷救的。刘大人钓鱼的时候遇到强盗了。那老爷他没事吧？肯定没事啊！我一个大内侍卫，那区区几个毛贼，我怎么能让他们伤到老爷呢？你把他带回来干嘛？夫人，明玉本来是跟父母来京经商的，可是昨天在林子里遇到了强盗，把我全家都杀了，无处可去，无人可依，还请夫人能收留我，当牛做马，毫无怨言。哎，格格你听听，我觉得是挺可怜的，要不格格你就发善心，留下来当个丫鬟。我也觉得挺可怜，不过你一个大内侍卫，你保护好我爹就行了，管这闲事干嘛？我这不是替您着想的吗？您说您现在也没有个贴身丫鬟，之前那些也都被您赶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是说，他们不行，达不到格格您的要求，所以我这不给您带回来个现成的，您总不会怪我吧？你刚才说我赶走几个了？得有6个了。6个，我就叫你七彩吧。谢夫人赐名。坐轿。老爷到家了。媳儿啊，我就先不进去了，你呀赶紧悄悄地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六王爷会差人把夫人接走，趁这个空咱们赶紧溜。老爷，你让六王爷把夫人给支出去。我这个丈母爷呀，也就能干这么点正事啊！快走。老爷，我一会儿把这个萝卜给夫人留下。什么萝卜？这是现落的人参果。啊，我把这个鲜萝人参果给夫人留下。
你这个孩子是不打算回来了，你是要找打呀？你也快着吧。老爷，你放心，悄悄的，我等着你。这个刘星进去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这是。夫人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还是一宿没睡呀？这是我。一宿没睡着。说说吧，钓鱼怎么回事啊？夫人真是明察秋毫啊，一切了如指掌。老爷昨天就是想出去散散心，我特意安排的。老爷不高兴，不会是刻意躲着我吧？绝对不是，老爷觉得呀，夫人您最近嘴淡，想弄点野味儿给夫人您尝尝。那鱼呢？鱼，那个鱼，他睡觉。老爷，夫人问你那个鱼呢？夫人，鱼呢？放生了呀。刘强，哎，你怎么跟夫人说的呀？你没告诉夫人，我们钓鱼是假，找药是真啊？夫人，其实我们并不是去钓鱼，我们是去找一种传说中的奇物。奇物？此物大有来头。据书上记载，此物闻一鼻子就能延年益寿，要是啃上一口的话，定能身怀6甲，极有可能是双胎。没错，老爷为了找这个腿都快跑断了。闭嘴！是真的。闭嘴！老爷还真是用心啊。不过像这种事儿啊，下次您就别亲自去了，我打发几个人去就行。不用有劳夫人，找着了。夫人请看。暹罗人参果，跟真的似的。让你起来了吗？我跪着胳肋巴子疼。星儿啊，你没有告诉夫人吗？咱们为找此物费尽千辛万苦，啊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拿这个，给夫人好好的煲一锅汤，给夫人补补身子。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好嘞，老爷。好嘞好嘞好嘞。站住！那丫头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哪个丫头？忘了。贺子峰给我带回来的，说你们救下来，现在倒好，送到我这儿来了。夫人，子峰当时在，你不是最信他吧？快快，喜儿去，把子峰叫来，跟夫人说，快！哎！干嘛？贺子峰，你为什么把那个姑娘给带回来？现在害得老爷在夫人面前讲不清，你赶紧去解释解释。哦，
现在让我解释了，你们逞的英雄啊啊！你们救了人不管了，只管杀不管埋，要解释你去啊，解释不通，你把人送回去不就完了吗？你什么你，袁胖子？哥哥，哥哥，不可动怒，哥哥。哎，站手！哥哥，哎，哥哥，你看，你连你的擀面杖可都是紫檀的，老百姓那儿连饭都吃不上。哥哥，您从小生在帝王之家，你岂知民间疾苦啊？有几个人能到您这份儿上啊？刘墉当这个官儿就要做好，不然别的不说，我都对不起男人二字。行了，天下就你一男的。哥哥说的极是，可是此事总得有人站出来管吧？啊？难道咱们就纵容贪官污吏欺压良善？那样的话，国将不国，国家没了，小家焉复何存呢？哥哥，您不是老想生个孩子吗？您真希望您的孩子生下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吗？哥哥，过分了啊！再怎么说，我也是朝廷从一品大员。实话告诉你吧，皇上钦点我赶赴山东督察此案，作为朝廷命官，上不负天恩，下不负黎民，此乃天经地义职责所在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老爷，这个打算怎么吃呀？夫人是什么意思？依我说啊，就切成细丝儿，加点醋，要不要来点辣椒油？夫人这是说什么呢？你一破萝卜还打算怎么吃啊？下次记得把皮带回来，更好吃。夫人聪慧。哥哥，哥哥不好了，六王爷身体抱恙，让你赶紧回六王府呢。夫人慢走。可以了。好的，老爷。少带一些。老爷，这给您带着吧。这是什么？便盆啊，您不就爱用这个吗？紫金的。皇上正在查贪腐，你还给我带着它，嫌我死得不快啊？我把这茬给忘了。溜达，哎，来！老爷，带我走吧，带上我吧。走开，老爷，带我，带我呀！老爷，这一走我就没法活了呀，老爷。老爷，你就带我去吧，谁也不如我会伺候人。老爷，带我去吧。老爷，听说你去山东是吧？山东啊 ，You have to take me with you. I can't stand to be here all alone. Just wait for you. 都走。老爷何必呢？夫人，交代你的事儿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，老爷。一定要把历年来山东所有官员送来的礼物一一全部都清点打包放好。老爷放心，一件都不许落。老爷一路顺风。还有你的这些妹妹们，该管管了。是的，老爷。老爷一路平安。来，大爷。二位慢走啊。哎，好嘞。好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个傅大人也没个谱啊！这，老爷，这个傅大人是不是很不守时啊？再等会儿吧，一会儿见了他呀，别多说话啊。知道了。实在对不住啊，刘大人，让您久等了。哎，傅大人，这都不叫事，不叫事。二位大人，
何大人？山东巡抚傅国泰接旨。臣领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山东东昌府假传圣旨一案，山东巡抚傅国泰办案不力，未能及时侦破，现命九门提督和珅协助左都御史刘墉，随山东巡抚傅国泰一起前往东昌府侦办此案。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我闺女，你怎么了？心疼了？不心疼。你要不解气，砸你爹来！来，找这儿来，找这儿来。哎呦，龟苓祖宗！哎呦，你可别动我这鸟啊！别动我这鸟！祖宗哎，小祖宗儿，那不能动，那是爹的命根子。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跟刘墉合起伙来骗我的时候，你又想什么呢？我们没骗你啊，那是公差皇上的旨意，谁敢不听啊？那他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，这样就逃走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跟他说没那么简单。对，没那么简单。我这就去追他，看他怎么给我个交代。哎呦，这不成！哎呦，这可不成啊！我这估摸着，姑爷现在早就离开了顺天府的地界了。那又怎么了？他就是到山东，我也给他追回来。那哪成啊？朝廷有律法，你爹是王爷，家眷不能离开京城100里之外。要是离开，那就是谋反之罪呀。那这怎么办呀？反正我不管，这事儿没完。你要是想不出办法来，我就把你的鸟给放生了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我信，我信。爹想想，我这么着，我去找皇上，行不行？这还差不多。爹，皇上他怎么说啊？皇上让咱们等20天。你怎么跟他说的？你是不是一见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？没有。那你这趟不是白跑了吗？这也没白跑啊，这不有准信儿了吗？这叫准信儿啊！20天，刘墉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？哎，你别急呀，20天，那一晃就过去了。你说的倒简单，我去找皇上。哎，听我说，咱们先走，爹再想办法，行不行？那你可答应我了？那你就明天再去，要是明天不行，你就后天再去求他，直到他答应为止。行。哎，走，咱先回去，行不行？否则我把你的鸟给放生了。我听你的。这应该快到了吧，老爷？贾师爷，按照时间来推算，他也应该到了吧？是啊。老爷，东昌府快到了吧？我想，咱要是到了东昌府，那肯定那些大小官员都在门口迎接你呢吧？他们会干什么？不就会干这个？这不劳民伤财吗？谁说不是呢？也好啊，让他们知道老爷来了，干什么小心点。哎呀！有埋伏！老爷！哎，快瞅瞅去吧！
狗官，杀！老爷，老爷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媳妇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不知道啊，上来就一通乱炸。这刚到山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狗官，今天要你狗命！爷，你放了我老爷！别动，退后！不是，再不退后，我就杀了他！别乱来啊！怎么了？这是？壮士，壮士，这位壮士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把这东西架我脖子上，这算何意呀？这个啊，大人，对不住了，我今天要用你跟这个狗官谈谈条件。胡将，大胆，敢威胁本官！狗官，你栽赃设计陷害我，还要诛我9族。今天你要是不放了我大哥，咱们就鱼死网破。你把人放了。你挟持的可是钦差大人，把人放了，我饶你不死。钦差大人，大人，草民冤屈深重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，还望大人为我做主。大胆！你可知道你挟持的是何人？啊，那是刘墉刘大人。你知道我是何人？我是和珅。傅大人，愣着干什么？让人把他拿下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，何大人，这东西可在我脖子上架着呢，我是钦差呀。刘大人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给我争名分？行，这位壮士，本官也听出来了，你也不是奔要我这命来的。咱们这样啊，你把这东西放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本官一定还你个公道，如何？大人，您说话算话。你看，何大人在这儿，傅大人在这儿，绝无其言。老爷，大人。哎，你叫胡江啊？正是。有何冤屈？说吧。回大人，小民胡江，与家兄胡海，乃是七旬山那一带的响马。1个月前，傅国泰派兵围剿，将我大哥抓获，含恨入狱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可刚才自己承认了你是响马。你既然是响马，人家府台大人抓你，你何冤之有啊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纵使我2人身为响马，那也是匪贼之罪。可这傅国泰给我兄长安的却是假传圣旨，诛灭9族的罪。胡将，你的意思是本府还冤枉你了？难道你没冤枉我2人？蒲海虽未招供，但本官手里有真凭实据，你休要抵赖。敢问大人，你有何真凭实据？
好了好了，二位大人，我看这样吧，此地呢也不是审案子的地方，咱们把他先押回去，慢慢审。大人，只要你能保住草民9族性命，草民愿听大人发落。那好，押起来。王公公，刘墉一行已经安全护送至东昌府。那个响马胡将，不能再让他开口。属下遵命。傅大人，何大人对这房子安排还不大满意。刘大人，这还真不是卑职有意而为，实在是我们这东昌府住房条件有限，迫不得已。好事儿啊，傅大人，这只能说明您上任以来清正廉洁、勤俭节约，这是好事儿。哎呀，刘大人说笑了。哎，傅大人，这个贾御史一案，您查出点线索没有？有。您请过目。这是一块响马用的令牌，是卑职到了东昌府之后，在这衙门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。这能证明什么呀？这块令牌啊，刘大人、傅大人，与胡江一起行刺的同伙，他没有一个活口啊！这是何人将钢刺打得如此之准啊？哎，傅大人，这只能说明您呐深得民心，有人暗中相助啊。刘大人过奖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将贾御史查抄东昌府一案，跟刘大人说说。是，请跟我来，二位大人。刘大人，当时那个贾御史严秉正啊，就是在这儿颁的这个圣旨，查东昌知府蔡永昌贪赃枉法。后来呢，我们就带着很多衙役把这个东昌府全部给包围了，可谓滴水不漏。抓到这个蔡永昌之后，问他这个赃银跟赃物的去向，他是死活都不说。可是没想到，后来他说漏嘴了。这蔡永昌说了句什么话呀？就让这贾御史看出问题来了。对，他说了一句什么“我蔡某人是金钱如粪土”，结果把自己给卖了。那贾御史啊，当即就从府衙的茅厕里、后花园的枯井里，还有公堂的牌匾后边，搜出数不尽的金银财宝、古玩字画。刘大人，此案看似合情合理，但却是过于牵强。您想想，单凭蔡永昌一句“钱财如粪土”，他就能抢到茅厕，那这个贾御史也并非常人。那万一要是个巧合呢？就算是巧合，那其他藏匿赃物的地方，他又是如何得知呢？二位大人，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卑职先告退了。你去吧。是。我明白了，傅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说呀，这个贾御史啊，在查抄蔡永昌赃款赃物之前，他就知道这些东西的去向，此举的目的无非就是在糊弄大伙儿。正是如此。那他跟这块令牌又有什么关系？胡家兄弟这匹响马盘踞东昌多年，
我曾派兵前去围剿，但每一次，他们都能提前得到风声，继而逃之夭夭。所以卑职斗胆猜测啊，这东昌府内肯定是有人与他们暗中勾结，甚至我都敢说，东昌府知府蔡永昌就是胡家兄弟的保护伞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这蔡永昌啊，跟胡家兄弟这就是唱了出双簧？没错。什么目的呢？卑职认为，蔡永昌是想全身而退。在此案事发半个月之前，卑职便已得到对蔡永昌贪赃枉法的匿名举报，并同时进行调查。而且已经基本掌握了蔡永昌犯罪的证据。您这么一说就合情合理了。哎，傅大人，您在查剿胡家兄弟剿匪的时候，可曾发现蔡永昌啊，或者说那些赃款赃物啊？未曾查到。不过这也并不奇怪，山中响马一向都是狡兔三窟，这也正是我要通缉这些漏网之鱼的原因。因为我相信，这个胡江肯定知道蔡永昌赃物赃银的去向。那他为什么胡江还要拦路喊冤，自投罗网？这是什么目的？这个，刘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蔡永昌生性多疑，且行事谨慎。胡海被抓入狱之后，他一定是收买，甚至是威胁胡江前来喊冤。一是来打探胡海的消息，二是来干扰大人您的判案思路。当然了，这也并不排除胡江确实是想救其九族的性命。好，看来我还真得亲自会会这胡江啊。现在吗？呀，不是，我呀，得先甩掉和珅这搅屎棍。老爷，他们好像喝上了。喝上了啊？救的什么呀？哟，这个我还真没看见有人往里送菜呀。干喝呀！哼，佩服。去，继续盯着。哎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破地方，破地方，破地方！哦，站住！老爷，他们还喝着呢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张嘴敢胡说，你敢跟我说他们还在喝着？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快打杯水来！哎。哎，大人，何大人，
怎么都睡着了？大人，钦差大人让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这位壮士，我今儿啊敬你一杯啊！哎，我就这么一直举着呀，是怎么着？哎，好，你这倒痛快，我这还没喝呢。行，早喝也是喝，晚喝也是喝啊。酒还不错，吴壮士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们哥俩呀，落草为寇也是万般无奈，迫不得已。不然的话，咱们大清现在盛世，放着好好的日子，谁不想好好过呀？我说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兄弟二人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所以才落草为寇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。毕竟是落草为寇，为祸一方，这个罪过死罪难免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保你九族的性命。大人相信我们兄弟二人与假传圣旨无关。这个信与不信呢，它不是我说了算的，我们是讲证据的。大人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废物！何大人，傅大人，哎，今儿啊，我呀，很想夫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这一想啊，我这心里头恼啊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走。刘大人，哎呦，两位大人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？刘大人，您这是因成性，醉梦醒时却是山阴呢。他喝醉了吧？他啊？别装了。没想到我们俩能醒过来吧？啊？什么呀？敢问钦差大人，您这是在哪儿喝的酒啊？跟胡江喝的。胡江。那胡江跟您说了什么了吗？他说他呀之前有块令牌丢了。他肯定还说，那块令牌是我偷走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么说的。行了，钦差大人，您喝的也不少了，赶紧回去歇息。也好，咱们改天聊。哎呀，这个刘大人啊，当钦差可惜了，应该去唱戏啊。傅大人，刚才您二位说的令牌，傅大人，您也回去歇息吧，卑职这头还晕着呢。这刘墉也真是，太不是个东西了，连老爷也敢骗。这个刘墉，我真是服了他。不过也合乎情理，他应该早就看出来我与胡江兄弟有私仇，所以才故意避开我。就是他用这个手段，
唉，这倒也符合他的做事风格。刘墉啊，刘墉，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啊！哎，干！来。不要过来！你们是谁呀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求你们不要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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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你们不要过来！呀！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发病了？不知道。老爷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甩开和珅还有情可原，可你没必要把傅大人也甩开吧？毕竟你们两个是一条船上的。一条船上怎么了？一条船上我就得老得带着他。呀，老爷呀，不带的也成，可你没必要用迷香把傅大人迷晕嘛。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是山东巡抚啊。巡抚怎么了？和珅还是九门提督呢。老爷，你到底为什么甩开傅大人呀？你不是说一出京城，你那个脑袋就灵吗？仔细想。老爷，咱刚一到山东，我这脑子又生锈了。我知道老爷您是有大智慧的人，还望老爷多多指教。我甩开傅国泰呀，我是看他看胡江那个眼神。眼神？傅大人眼神不好，走不了夜路。这，你没看见他看胡江那个眼神吗？一进东昌府我就发现了，很阴险呀。阴险？哎，老爷，你是说傅国泰想阴胡江？哎，这就是个瞎猜嘛。所以啊，我审他的时候，我把傅国泰我给甩开了。这一甩对了，还真审出事来了。这俩人啊有仇还不消。那傅国泰就是公报私仇了？也不能说没有啊。但是你要说傅国泰，他为了扳倒蔡永昌，做了这么个假传圣旨的案子，这我就不信了，他没有那么笨呀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听人家胡江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毕竟是傅国泰先偷了人家胡江的令牌，然后才发生了假传圣旨。你糊涂啊，心儿啊！傅国泰能公报私仇，那胡江就不能倒打一耙吗？哎呀，老爷，那他这耙子打的也不准啊！人家傅国泰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了。他怎么知道？老爷，你忘了咱们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傅国泰跟你说的什么？对呀，傅国泰怎么会知道胡江要说什么呢？难道说这块牌子还真是他偷的？呀，老爷，案子破了，这假传圣旨的主使人就是……难道说真是傅国泰为了扳倒京城的某个大人物，铤而走险？那一个毛贼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小人，通知傅大人，提审胡江。好嘞。钦差大人，胡江死了。大人，刘大人，胡海也死了，没有新伤，是旧伤感染，没顶住。有人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没有？回大人，胡江死之前仿佛发疯一样，喊了很多胡话。
诸位大人，仵作到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都别乱动。傅大人，来了个小娘子，这是怎么个意思呀？哎，诸位有所不知，这位是我们山东境内最有名的仵作邱燕飞之女，邱梦兰。哎，你父亲呢？回府台大人，家父身体有恙，不便前来。这位姑娘，请叫我仵作。麻烦请你让一下。哦，好。此等案件最好在案发地对尸体进行尸检。如今尸体转移至尸房，太多的线索和证据都给弄丢了。这点道理，几位大人怎么能有所不知呢？邱梦兰，哎，傅大人，这个邱仵作说的是对的，这个确实是我等大意了。验尸就验尸啊，不要搞这些小仪式。死者为大，请放尊重点儿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何大人，邱仵作说的有道理。你，哎，何大人，您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着，这样，您上门口休息，啊。那卑职陪何大人在外面待会儿。这位大人，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。我？正是。啊，好。填写死者无中毒迹象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好。写完了吗？前面的都写完了。我已经检验完了，死者死于暴击，无他杀迹象。哦，哎。那他脖子上那道抓痕，那是他自己挠的，何以证实呢？你去看看他指甲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位姑娘啊，请叫我仵作。仵作姑娘，你可知他死于什么暴击？如果大人能征得家属同意，我想抛尸。老爷，你为什么不让他抛尸呢？他太嫩了。也是，这邱仵作长得又嫩又白，真好看。我说他长得嫩，我说他那个手法太嫩了。毕竟刚刚20出头嘛，太年轻。媳儿啊，我就说他嫩，他爹可是个老仵作呀，怎么没有怀疑？这怎么还就撂倒了？
这就瘫痪了。你不觉着蹊跷吗？对谁怀疑啊？谁瘫了？哎，老爷，你觉得这个胡江啊，到底是怎么死的呀？不是说病死的吗？老爷，你快别兜圈子了。不是说邱无作判断有误吗？我没说过，我说他说的对。人嘛，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得病？有什么大惊小怪？老爷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你想想啊，胡江刚跟你说完富国泰的事，他就病死了，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？心儿啊，你觉着哪儿不对劲儿？这分明就是富国泰干的，杀人灭口。哦，心儿啊，那这么着，你现在就去办人毒计，把他抓了。老爷，我就是随便一说，我再给你捏捏肩。行了，别捏了。走信儿，咱们呢看看去。死了好，死了干净，死无对证。老爷，还是您高明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这话如果让别人听见，以为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奴才不是那意思，奴才是想说……你想说个屁！老爷，咱上这里干什么？刘大人，干嘛呢？您这是？这就对了，味儿不一样就对了。您说什么呢？什么对不对的？何大人，何底泥呀？何底泥？何底泥？本来我呀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判定一下这胡氏兄弟是不是真凶，因为这哥俩是土匪，常年生活在齐群山上。那么他脚下或是哪儿要是有土的话，他也是山土。但据我观察，这撮土不是山土，它是河底泥，还夹杂着不少水草呢。那刘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咱们得查清贾御史严秉正从哪儿来的呀。刘大人，这个河底泥您是在哪儿发现的？就在装赃银的那个箱子底下呀。刘大人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先查清河底泥的来源。这个河底泥和山中土真的味道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它这个山中的土啊，它常年暴露在户外，日晒雨淋，它有一股土腥味儿。因为山上林高日照，它有潮气。河底泥它就不一样了，常年不见天日，埋在河底下，对吧？然后再加上这个水草啊，什么腐烂的鱼虾呀，它有一股腥臭的味道。啊，行，可以了，我信。刘大人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咱们现在首先要查清楚这个假传圣旨之人是否是汤河过来。汤河过来的，那他衣裳不就湿了吗？那他的鞋底上怎么会沾有河底泥呢？哎，傅大人，咱们东昌府最近可有正在修建的河道？刘大人，这就是东昌府正在修建的河道，后来因为经费问题，停工了数月。傅大人，刘大人要找的是正在施工的河道，这都停工数月了，找着了有什么用啊？何大人有所不知，东昌府境内只有这一条河道，
那不还是等于没有吗？没什么线索。现在河道都种满了，即便是干的，它也是杂草丛生，哪儿找线索去？你看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不过呀，那个贾御史，他一定是从河道那边徒步过来的。他不是说了吗？他抄了蔡永昌他们家之后，是用马车拉着蔡永昌跟财物，那么这个马车就一定是在附近租的。卑职明白。来人，不太大人，立刻派人严查方圆10里的马车店，看看案发当日前后是否有官府之人租用。是。龙妈，您先忙吧。好，那我先去做饭。爷，喝药。哎，小心烫。爷，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这牢狱里死了个人，让我去验尸。这种种迹象表明呢，他都是病死的。可是有一个姓刘的大人，他对那脖颈上的细微抓痕产生了怀疑。那刘大人特别逗，他还在那诗格上特意写上这么一句，说脖颈处有细微抓痕。你说这么点抓痕也不至于致命啊，是吧？爷，你别着急，那些细节该验的我都验了，那手指甲我都检查过了，那抓痕就是自己所为，不是别人所为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拿东西啊？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那柜子是吧？啊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爹，是让我给你拿这个吗？这仵作手册。爹，是女儿大意了。原来这些毒虫真能致命啊！上得马庄。是的，大人。就在贾传圣旨案发的头一天，确实有一伙自称是官府的人到达了上德马庄，他们在那里租用了2辆马车，之后却没有还回去。数日之后，马庄老板在城郊的树林当中发现了被遗弃的2辆马车，据他所说，其中1辆有被改动过的痕迹，是不是改成囚车了？大人恕罪，这个卑职尚未查清。甭查了，肯定是。吴大人，这就对了。您想啊，他是从河道那边来的，他还得回到河堤那边去呀。这河道上不能通车，他得找条道，不是？来，你告诉我，这马车的位置在哪儿啊？大概在这地方。没错。附近有桥吗？的确有一座小桥，但是根本就无法通过马车。更对了，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这儿卸车的原因。您想啊，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，他得换个小车，他才能走啊。甭问，这还得有人接呢。您看这地图啊，周边20里荒无人烟，你说这财宝他藏哪儿？除非藏山里，否则他得找个地方落脚。奔哪儿呢？周边5个村镇，哪个？这都得2个时辰以上吧？啊，最近的吉阳镇。那这个贾御史还有那批赃银，就在吉阳镇。
哎，何大人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这是您猜的。我是说，他们要万一去了，肯定能留下痕迹。刘大人，我马上派人前去调查。不行，傅大人，还真不行。您想啊，他们带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，您这明火执仗的一去，他们肯定就转移或者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呀微服私访，拿出证据，咱们再动手不迟。也好，那卑职陪刘大人一起去。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傅大人，您这张脸在山东地面上，谁不认识啊？再说那帮是什么人呢？御史他都敢冒充，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啊！我看呐，还是我跟何大人，我们俩一块儿去比较好。您说呢？我就不去了。刘大人微服私访，这东厂府总要留一个人坐镇的嘛。你看我这脑子，我给忘了，人家何大人是来协助我断案子的，你东厂府不得有个人留守吗？对不对？说的对。哎，何大人，那屋里闹鬼那事儿，您不怕了？迷信，这世上哪有鬼啊？好，行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傅大人，您的意思？哦，我没有意见，就这么说了，您派人保护我。好，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大半夜的干什么？别闹啊！儿啊，哎，老爷，哎呀，都准备好了呀？准备好了呀。走仨时辰，你这个身子骨行吗？老爷，你别看我胖，我体力好着呢。哎，我让傅国泰找接人跟着咱们，人呢？这不是？哎，老爷，你看什么气呀？这个傅国泰很过分呀！我跟他说，让找点人保护咱们，就找来这么两个东西。老爷，你不是说了要目标小点吗？怎么你害怕了？老爷能不怕吗？老爷又不是神仙。哦，对，怕也正常。不过老爷你放心，人家傅大人可是在暗中安排了许多高手，这两个就是明面上的。再说了，咱就是个微服私访，只要不透露咱们的身份，就没什么问题。不光这个，咱们干什么去？是办案子，就带着你，就带着这么两个东西，这能干什么？再说这有意思吗？我明白了，老爷，我再去给你找个女的。不是办法啊，找谁呀？可是我上哪儿给你找啊？你脑子想啊，应该带着谁呀？钦差大人，邱仵作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钦差呀？刘大人，您威名远扬，谁人不知啊？上次多有得罪，请您多多包涵。没事，不知者不怪啊。刘大人，我上次验尸犯了点错误，所以特意想跟您来当面解释一下。我能跟您一同去吗？哎，你别说邱仵作，我这刚才呀还说想带上个帮手一块儿去，是吧？真的。但是呢，有两句话得先说清楚。第一，孟楠姑娘，你今年多大岁数？回大人，我今年21岁。岁数挺好。
正式学习的时候。第二，可曾许配人家啊？啊，蒙南姑娘别误会啊，我是说咱们这行里风里来雨里去，如果许配了人家，恐怕是多有不便。回大人，孟南未曾婚配。那就好，那我们就一块儿去，有什么事儿路上说啊。好的，大人。走吧，走，你们过来，走。大人，刘墉走了，走了。邱梦南也跟着他去了。他跟去干什么呀？那小子就不知道了。和珅呢？还没起来呢。不能再说任何事了。你多派人在暗中保护，以免再出意外。是。那天是我自己查验太不仔细了。不仔细不怕，咱们再查啊，知道查出来，吃一堑长一智啊。大人，我已经都查过了。什么时候啊？昨儿晚上。然后我就将胡江的尸体给搬了回来。人家能让你搬尸体？那看尸人吓晕了。失敬失敬。姑娘，就这半夜3更的，你一个小丫头自己进尸房挪尸首啊？那尸检报告的结果已经交了，我怕没机会再验尸了，所以还望大人恕罪。啊，挺好挺好。那既然又检查了一遍，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？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毒虫，这毒虫的毒液进入人体后便会置人于死地，事后还根本都查验不出来。什么虫子呀？这是？那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家父曾经历过类似的案子，所以他有过记载。啊，他怎么记载的？记载内容倒没什么，画过类似毒虫的草图。反正我觉得胡江的死肯定跟这毒虫有关。这种虫子它叫什么名呢？没名字。那你把你父亲那个记载给我看看。忘带了。你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能忘了？姑娘，这很重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人。没事没事，挺好的，可以了可以了啊。行了，这到了吉阳镇了，跟他们说，都管住嘴啊。好嘞，都管住嘴啊！老爷，看来今儿个不宜出门啊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，都有凋零的时候。来，给人家让让道。刘谦啊，别让了，你让他们站住，快站！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没看见我们这儿出殡的吗？敢问，死者是何人呢？是我父亲。你父亲？你亲爹呀？当然是亲爹了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在这儿胡搅蛮缠呀？赶紧滚蛋！逆子！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要叫我说，你父亲根本就没死。你听听你刚才嚎丧那个动静，你那哭声就不对。什么不对啊？你说在这儿胡言乱语。是我胡言乱语吗？这古人云呐，夫人之所以亲人者，有疾则忧，临死即惧，既死则哀。你听听，你哀吗？我没听出你哀来，我就听出害怕来了。要叫我说，该不是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子孙把你亲爹塞棺材里要活埋吧你？哎，乡亲们，你们千万别听此疯人在这儿风言风语，他是就是玷污你。敢不敢把棺材打开，让大伙儿都看看？胡闹！家父尸骨未寒，岂能容你在此放肆？那就是不敢呐。这位乡亲们，
想不想做个见证啊？啊，看看我说的对是不对？咱们这么着啊，我要说错了，在场各位输你们每人纹银10两。哎，你说话算数吗？刘景，把银票掏出来。绝不食言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在侮辱强国呀！别！他今天要是说错了，乡亲们，不但要他银子，还要打死他。老爷，这回弄不好咱们就要被打死，这次是不是玩大了呀？什么玩大了呀？老爷打赌什么时候输过？再说我也舍不得那张银票。是啊，咱是想来账，但是您这有没有谱啊？有谱，那棺材的重量不对。大人是认为抬棺受力有问题。又和上次一样。你听听人家邱姑娘怎么说的啊？我断定啊，她那棺材里装的就不是人。哎，那您都稳操胜券了，还愁什么呀？我是愁啊！你看看这帮人，见着俩钱儿那个德行。哎，今儿啊，你跟我说，咱这旁边是跟着卫队呢，是吧？对呀，跟着呢。那就好了。哎，这仗就好赖了。哎，住手！不能抢，不能抢啊！哎呀！哎，看看，看看。别抢了，别抢了！发什么呆呀？叫人拿下呀！对，别抢了！求你们了！来人，拿下！别抢了！别抢了！别走！别走！干什么你们？别走！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啊！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了！这位是朝廷的钦差大人刘墉，刘大人。哎，也可能不是。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饶命啊！钦差大人，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事儿也是他们雇我这么干的。谁雇的你啊？是哦，他们现在还都在我家呢，进镇子左手边第一家。刘显，留几个人在这看着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，你们俩在这看着，你们几个跟我们走。是。大人，你们发现一具死尸。大人，刚死不久。仔细看一眼。大人，这尸体的死亡迹象跟胡江同出一辙，而且脖颈处也有一个毒虫叮咬的痕迹。留在镇口的捕快全被杀了。大人，
大人饶命啊！我们看见那几位捕快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，躺在地上抽搐着。当时我们都吓懵了，都怪我们财迷心窍，趁机拿了那些银两就跑掉了，其他真的一无所知啊，大人。刘大人，这些抢夺银两的村民该如何处置啊？他们也是见财起意，也是初犯，从轻发落吧，一人20大板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些尸体上也发现了毒虫的咬痕。这会儿你父亲要在就好了。对不起啊，大人，我要带着那手册就好了。没事儿。明天啊，把屋里那具尸体，以及所有这些尸体一并带回东昌府验明正身。你们县官呢？回大人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胡闹！小小吉阳镇1天之内8条人命，他还在赶来的路上。回大人，这个确实是小人的失职。怎么回事？这是这么多人。同志大人，邱仵作人缘太好了，乡亲们知道情况，都想来送他最后一程，所以让他们赶紧散了，保护好现场。哎，好嘞。大哈叔啊，六舅老爷，行了，退后一点。乡亲们，我们再看回去吧。怎么样？您查出点什么结果没有？验了。那个谁，把诗歌拿过来。不用，您直接告诉我就行了。邱先生是死于意外，溺水身亡。溺水？对，溺水身亡。就这小鱼缸，给人淹死了。姑妈，是这样的，昨晚我孩子生病，我急着回去送药，临走的时候我忘了给邱先生倒杯水放在旁边，因此邱先生口渴难耐，不得已去水缸寻求水源，只有水缸的水才可解燃眉之急，岂料一不小心掉入水缸之中，头部进水身亡。您分析的呀，是真有道理。哎呀，快，扶我六舅老爷赶紧去休息。快！对了，来人，你带着他去路份口供。哎，快去吧。贾大人，怎么样？我六舅老爷宝刀未老吧？啊，
站住！不能让他们过去啊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我还想问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你们这车上拉的都是尸体吧？你们这拉这么多尸体，万一有个瘟疫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乡亲们，不能让他们过去啊！各位乡亲们，有劳有劳啊！这车上拉的呀是尸体不假，但是呢，这些人绝非是病死。好，告诉各位啊，这些尸体啊跟咱们东昌府一个案子有关系。现在拉他们进城呢，是要到府衙去验尸，其他的不方便说了，还望各位乡亲们行个方便啊。那可不行，你说不是病死，你把布扯开让我们看看先。对，让我们看看。这位小哥，这还真不能答应。不是你谁呀？在下呀，项武，你别在这胡搅蛮缠。大人，这人我认识。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，你们先走开。小邱姑娘，东昌府衙办案，事关重大，能不能让开呀？小邱姑娘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，你家出大事了。别在这胡说了。孟楠，孟楠，卢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可回来了，快回家去看看吧。邱先生他怎么了？他昨天晚上走了。孟楠，孟楠。哎，不能过啊！这二位小哥怎么不听劝呢？那可不行，您不能过！要再这么纠缠下去，可就触犯大清律了啊！福儿，大白天的瞎嚷嚷什么？你看他后面拉的全都是尸体，哪儿来的尸体啊？这我方才讲过了，不方便告知。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刘墉。您是左都御史刘墉？不错。大人大名如雷贯耳，在下早有耳闻。您大白天的拉这么多尸体，从这儿过可以，但是您得让我看一眼，也给乡亲们个交代。这我方才讲过，不方便。没事，不劳大人动手。哎，金大哥，别这样！都给我让开！秦大哥，行了，再说一遍，这些尸体绝非是病死的，啊，而且都是咱们东昌府的乡亲们，于情于法，大家都该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过去吧。秦大哥，这五子不懂事儿，你也跟着瞎胡闹。这大白天的，这么多人呢。你们两个跟我回家。不，姐，他们后边都是尸体。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，以后就别再认我这个姐了。不，哎，要不就算了。走不走？快走！走吧。姐儿啊，走，走了。我爹是怎么死的？你爹是溺水而亡，你也是仵作，这溺水而亡的特征，你也应该知道。没有外伤痕迹，也没有内伤反应。我做了这么多年仵作，我可以确定。庄仵作，你能让我单独陪会儿我爹吗？
好，姑娘，节哀。爹，爹，你醒醒！你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？我跟你讲那么多话，你都还回应我。你吃饭吃的也挺香的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爹，你都答应过我，你说你要陪我长大。待我成为一个成熟的仵作之后，你就可以回家，让我养你。你怎么不等女儿啊？爹，你醒醒！你能不能睁开眼看看我？邱仵作死了。哎呀，你说，那么漂亮个人儿，说没就没了？老爷，不是那个女的邱仵作，是他爹，叫邱燕飞。哈，怎么死的？听说是在鱼缸里溺水溺死。胡扯！对呀，我也觉得胡扯呀。多大个鱼缸能把人溺死？我听说是脸盆那么大的。老爷，此案必有蹊跷。不是这个事儿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老爷，您是钦差大臣，咱是专门跑过来侦办假传圣旨这样的大案，死个仵作这样的小事情，谁敢劳烦您呢？贺福，哎，你说你跟着我这么多年啊，一点真本事都学不会。老爷，我该死。就这个拍马屁的功夫啊，拍的我还挺舒服啊。妈，何大人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？刘大人回来了。刘墉回来了。刘大人他带了一堆尸体回来。
我捋了一下啊，这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：贾钦差藏匿了赃银。事情暴露以后呢，他花钱雇村民佯装丧葬，想转移赃物。对了，刘大人，您收回的那些银子，数目不对吧？我调查那个贾钦差搜刮的财物可是数不胜数啊。我就找着这么些。行，那就当是转移了部分赃银啊，然后被您刘大人识破了，双方遇到了，打斗了起来，再然后这几个人和他就都死了。刘大人，怎么死的？中毒而死啊！都是中毒而死啊，跟胡江的死法如出一辙。不是，如果照您这么说，应该还有第三方。刘大人，您是否进行过尸检？邱仵作已然验过了啊，而且呢，您是没看出来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和这脖子上啊，都有那个小虫叮的小眼儿。刘大人，叫小人何事啊？大合租啊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查抄蔡永昌府那天，可有这人呢？哎，这不就是那个贾御史严秉正吗？严秉正这个钦差是假的，可他手里的圣旨残片却是真的。到底是谁杀了他？这个假传圣旨案又是谁在幕后操控？他让我发现这个圣旨残片，是想告诉我什么呢？刘大人，刘大人，身体好些了吗？何大人，我这个病啊，淤积所致啊。这案子，您当真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一点线索也没有啊！这不本来以为找着蛛丝马迹了，你看这一下完，全断。可您刘大人是朝中数一数二的能臣，这案子要是您都办不了，怕是就没人能办了。行，何大人，都这时候了，别开玩笑了。皇上交的差事，现在办成这样，这脑袋都快保不住了。刘大人严重了，皇上知道此案事关重大，非常人能处理，这才专门派了刘大人前来查案，派了和珅从旁协助。暂时遇到了困难，也是情理之中的嘛。何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呀。这主意我可拿不了。您是专人专办专案，我就是个从旁协助的，一切事情啊，您一人定夺。我定夺什么呀？我现在一点主意没有啊！我现在是刘大人，实不相瞒啊，和珅这几日也是寝食难安。皇上给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咱们要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你我都是难辞其咎啊。所以我想了又想啊，不如我先回京面圣啊，跟皇上那儿好好求求情，争取给咱俩多宽限几日。您在这儿安心休养，相信假以时日，您必定有所进展。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吧，那就有劳何大人。刘大人客气，那我收拾收拾，即刻启程。好，何大人慢走啊。我兄弟二人落草之后，一直盘踞在七群山，干着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。后来，
上一任东昌知府被调走，蔡永昌接任。他派人找到我们，说要跟我们谈合作。他负责保护我们，负责在每次官兵围剿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们，而我们则负责替他排除异己。排除异己。对，去年3月，富塘知县傅德在家中死于非命，那就是我们干的。哎，你说这福德是不是山东巡抚傅国泰的侄子呀？正是。好家伙，你们这个连巡抚的侄子都敢杀啊！可以。我们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大人，我还怀疑假传圣旨是傅国泰有意而为之，先除掉蔡永昌，再嫁祸于我们兄弟2人，从而将我们这股势力一网打尽，好替他侄子报仇雪恨。傅国泰毕竟是山东巡抚啊，他办个知府还用费这心思？再说这个事儿，他引火上身呢。你说刘墉病得不行了？刘大人确实病倒了3日，之后，他便说需要休息，不方便办案。可奴才看，离您给的20天的期限剩没几天了，就着急先行回宫面圣，向您说明情况。好，朕知道了。皇上，那东昌府那边，奴才是不是马上返回去？不用了，你车马劳顿，回去休息吧。3天之内，刘墉要是破不了案的话，朕自然会找他。这，就这个高度，再撑一会儿。哎，还要撑多久啊？撑不住。哎，哥哥，那个我有事儿要离开一下，记住啊，这等我回来手才能放下来啊。那有多久啊？甭管多久，这个靶场我说了算。大胆！七仔，哎，过来。哥哥，你怎么给放下了？贺侍卫不是让您举着吗？他走了又看不见。他也是为您好呀。您不是要学枪吗？您别说，贺侍卫教的就是比那杨教官好。教的好有什么用啊？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的，还谁都看不上，要不然早被皇上委以重任了。我觉得贺侍卫这个人挺贴心的呀。哟，你怎么看出来的呀？他自小啊无父无母，被我爹收养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他暖啊？你是没见过他那狼狈的样子啊！贺侍卫还有狼狈的样子，那我真是想象不出来。哎，哥哥，这谁让你把这手放下来的？我是格格，我说了算。我说格格呀，您既然要我教你，那我就是您的师傅。您这格格脾气，只有离开了这靶场才能犯呢。可这固定的靶位我已经打了很久了，我都会了，多无聊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打只鸟看看。让我打鸟？受到压迫，必然要反抗。好。打个鸟，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？啊！怎么了？我觉得那鸟太可怜了。可怜也得打。
之前奴才跟您说那事儿，您什么事儿？皇上，六王爷刚刚说，想让婉儿格格去趟山东。嗯。哎呦，奴才张嘴，张嘴。哦，不是朕不想答应你，实在是依照大清的律例，婉儿格格是王府的家眷，岂能随随便便离开京城啊？是，皇上您说的这些，奴才都明白。就是我们家婉儿脾气，您也知道，我这脾气不好交差。回去歇着吧。哎，这。少侍卫，王爷找您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属下不知。啊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哥哥，您继续再练一会儿吧，我先回去复命啊。行。加油。我看这个贾御史查蔡永昌府的案，同时呢还有一个叫三娘索命案。蔡永昌的三夫人怀有身孕，备受宠溺。大夫人和二夫人因嫉妒生了杀心，便合谋将其毒死，并将尸体封在祠坛内，藏在花园的枯井下。蔡永昌被抓，其家人抢夺财产时，两位公子发现了井下藏尸，当场吓死。俩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，这说吓死就吓死了。仵作验尸的结果就是两位公子因惊吓过度，心脏出血，导致心脏骤停。两位夫人也因悲伤过度，同时又自觉难逃法网，便上吊畏罪自杀。俩人一块儿现在，完之后一块儿上吊。老爷，你都想了一个晚上了，早点休息吧，别把身体熬坏了。你多那什么？来，坐下，跟老爷聊会儿天。这个假钦差的案子呀，真是把你折腾的不轻。胡说，老爷觉着啊，刚开始有点意思。啊，老爷，这还有意思啊？老爷，你说啊，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干这事啊？媳妇啊，你琢磨啊，贾御史死了，蔡永昌找不着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胡江、胡海哥俩又出事了。你不觉着这个背后他有点什么事吗？老爷呀，要我说呀，这个假钦差的案子，严秉正也找着了，咱就结案，直接回京城就行了。这个孩子，你老爷能那么断案吗？这就是有人诚心想把水给搅浑，他就不想让我查下去。老爷，我刚才就是那么一说，咱呢得继续查，我相信老爷的能力，咱一定能查出线索来。刘大人，哟，福台大人，刘大人啊，停尸房的尸体，卑职已经让家属领回去安葬了。福大人，案子没断完呢，怎么把尸首给领走？刘大人，您先别急，这都10多天了，真等到尸体腐烂发臭，这一样破不了案啊。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在尸体身上找到任何线索。还有，刘大人您也知道，此地民风彪悍，一旦把事情做绝，那就是官逼民反呀。到时候这事态不好收拾。福大人，我说句不干嘛的话，您这可有点保您这乌纱帽的意思啊。刘大人，您此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您可别忘了，咱们在一条船上，
等20天的期限一到，卑职一样逃不开干系。卑职告辞。您好，您找哪位？啊，我找邱仵作，他在家吗？他已经去世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是？我姓刘，邱仵作和他的女儿都是我的属下，今日过来看看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我是邱家的老邻居，大伙都叫我吴妈。哦。自从邱先生瘫痪以后，一直都是我来照顾他的生活。哎，那您这是？哎，这不是邱仵作过世之后，我们一直也没来，今天特地到访前来慰问。哎呀，您来得太好了！您快到屋里去看看孟楠吧。自打邱先生下葬以后，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。我每天给他送过去的饭菜，几乎都是原封不动的。您说呀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可就又要出人命了。是。好，那我进去看看。啊，您请。孟楠。孟楠，孟楠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孟楠，孟楠姑娘，刘墉特来探望。大人，大人。我爹死得蹊跷，请大人您一定要给我做主。起来说话。你看我画了这么多，我是想凭记忆把那毒虫的图案给画出来，可是我无论怎么画，都无法还原了。孟楠姑娘，你父亲是死于毒虫叮咬吗？可有伤口啊？并未发现，但肯定与这毒虫有关，要不然我那手册怎么会突然消失呢？肯定是有人怕我找到什么有力线索，就把手册给偷走了。对了，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爹是在检查完傅家2位公子的尸体回来后就突然瘫痪的，无法与人正常交流。你不觉得这事情前前后后都太过不合乎常理了吗？怎么讲？我爹平时身体一直很硬朗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就算突发预疾，那用药之后也都有所改善了，身体也都有知觉，小幅挪动啊、行走啊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就算他栽到那水缸里，那怎么可能连抬起头的气力都没有？怎么可能被那潜水给淹死呢？况且那天吴妈也是喂过水之后才离开的，我爹怎么可能到水缸旁边来取水啊？孟楠姑娘，那天蔡家上吊的那位夫人是哪位仵作去验的尸啊？年迈的庄仵作。对了，大人，我爹还曾说过，说蔡家的2位公子，他们那个尸格尚不完善，要去复检。我爹就是在复检尸体的过程当中突然瘫痪的。跟我知道的不大一样啊。大人，还有那水缸旁边刻了一个字儿，可能是我爹临死之前写的。什么字儿？蛊惑人心的蛊字儿。众位爱卿，2个月前，在山东省东昌府发生了假传圣旨一案。朕命令山东巡抚傅国泰限期1个月查清此案。可是到了时间，他也没能查明白。朕又命令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为钦差大臣，共同协助傅国泰查清此案，限期20天。可是时间到了，刘墉
还是让朕失望了。而且这个刘墉还上了一个折子，百般推卸。众位爱卿，此事该如何办呢？和珅，奴才在。你给众位爱卿先说说你的看法。回皇上，奴才以为假传圣旨，乃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，犯此罪者，必是天理难容，所以此案应当严办不贷。至于办案不力的渎职官员，理应重罚，绝不姑息。皇上！哎呀，一个一个说吗？国正，你先说。是，回皇上。下官以为，此案关系重大，的确应该彻底查清。对于那些督办此案不力的渎职官员，严惩不贷。那么，你是同意何爱卿的说法了？何大人所言，下官甚是赞同。只不过什么呀？下官以为，此次钦差大臣去往山东的不止刘墉一个人，好像还有何大人吧？府察大人，和珅是下了山东，可是和珅只是刘墉刘大人的助手，更何况自从到了山东境内，刘墉大人不断专行，固执己见，根本没有让臣有机会能够插手此案。此事，奴才早已奏明皇上。那何大人无罪，劳求食言了，劳求食言了。李亲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皇上，老奴的看法其实和富察大人还有何大人的看法相差不多，只是恳请皇上看在他是老奴女婿的份上，你放肆！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朕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你却在这里求情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懂。和珅，对于督办此案不力的渎职官员刘墉，你认为该如何处置？回皇上，奴才以为刘墉身为钦差，却有负圣恩，理应贬为庶民，永不录用。那傅国泰呢？此次山东之行，全是刘墉一人说了算，所以奴才和傅国泰大人都是有些力不从心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所有的罪过都是刘墉一个人的。国正，你意下如何？何大人所言，在下甚是赞同。李亲王，你有什么看法呀？老奴赞同。众位爱卿，大家意下如何呀？臣等赞同何大人所言。拟旨罢去刘墉所有官职，听候发落。退朝。何大人，何大人！哎呀，何大人，今天在朝上，多谢您替小儿美言，劳求表示万分的感谢。您也甭跟我客气啊，我后来说的那些话，那是皇上想听的。甭管怎么说，劳求还是表示万分感谢。哎，
你看，哪天到府上，让我设宴款待一番呢？您的饭我可不敢吃，吃人的嘴短，我吃下去容易，回头哪天您再让我吐出来，那我多难受啊！哎呦呦呦，何大人，您还有这吐的毛病啊？那算了吧，那算了。商量不正。何大人，何大人，怎么了这是？刘王爷，刚才我……哎呦，刚才的事儿您别说了，多亏了您在朝上给我姑爷说了几句好话呀，否则的话，小命没了。咱什么都不说了，患难见真情啊。那这么着，我差人给您府上送100两金子，您可千万别嫌少。这可使不得呀，刘王爷，和珅受之有愧。别有愧，别有愧。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好死不如赖活着。萧官为民了，我养着他啊。回去。老奸巨猾呀。什么？贬为庶民？啊？贬为庶民好啊。老话怎么说呀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贬为庶民，踏踏实实过日子了，我也省心了。你倒是省心了，那我呢？你不是也愿意踏踏实实过日子吗？我怎么踏实得了啊？我太了解刘墉了。你要是把他贬为庶民啊，还不如要了他的命。哇，我这姑爷官瘾这么大呢？这什么官瘾啊？反正我不管。你要是想不出办法来，让刘墉官复原职，我这就把你的鸟给放生了。我跟你说，闺女，你怎么老跟我这鸟过不去？再说这事儿，你也不能赖我呀。皇上下的圣旨，皇上金口玉言，你爹就是个王爷，我能怎么办？你真没办法了？我也没办法。好。哎，别，有办法，有办法。哎，有个人，那兴许能让皇上改变主意。谁啊？皇太后啊。东昌府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傅国泰还在侦办假传圣旨一案。不过这刘墉啊，整天跟没事人似的，到处瞎溜达。他这是和朕在玩激将法呢。臣贺子峰，恭请皇上圣安。子峰啊，婉儿格格和朕提过几回要去山东看刘墉，朕已经准了。你设法和格格同行，保护格格的安全。到了山东之后，盯住刘墉的一举一动，有什么情况，随时来报。臣遵旨。夫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山东，找老爷。山东？老爷被贬为东昌知府了，还好有太后娘娘开恩，皇上答应让我去找他了。老爷被贬了？当初我就不让他去吧，现在被我说中了。不过也好，让他好好吃点苦头，下次啊，他就得听我的话。要我说，干脆就贬为庶民，我一去就把他带回来，再也不做这个官儿。夫人，求您带七彩一块儿去吧，我一定伺候好您。可我带的人已经够了，而且我去看老爷，带这么多人干嘛呀？
夫人，七彩就是东昌人。本来夫人好心收留我，我不应该再有要求了。可是，一听说夫人要去东昌府，我真的没忍住，想回家看看。你是东昌人？嗯。那你对东昌很熟了？熟。行，我就带着你。路上你给我说说东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。可以，谢夫人。快去收拾收拾。谢夫人。什么？皇上修改了旨意？可不是嘛！其实昨儿个六王爷带着婉儿格格就去见了皇太后。皇太后一听这事儿，立马急了。这刘墉可是他干儿子，这要是被贬为庶民了，他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说句大不敬的话呀，皇上他老人家和刘大人这出贬了升升了贬的戏，可是真唱不腻呀。不过这么大的事儿，钱公公怎么才告诉我？这不来不及了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呀，这刘墉官降庶级，贬为知府，留在山东。山东什么地方？就事情发生的地方，东昌府。哎呀，何大人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也该走了，我还得宣圣旨呢。有事儿啊，我再来跟您说。怎么着，钱公公，听您这话的意思，还得亲自跑趟山东啊？咱家呀，就是跑腿的命啊。这腿可不能白跑，到了山东，狠狠宰他刘墉一顿。哼，我也不差他那口。钱公公这话在理。不知钱公公上次在我那鉴宝房里，可有什么喜爱之物啊？都喜欢。钱公公啊，都喜欢就好说了，喜欢什么都拿走。何大人呀，您太敞亮了。以后呀，有什么事儿，我踩着风火轮来告诉您。那就有劳钱公公了。何福在，老爷。带着钱公公鉴宝。哎，钱公公，这边请。何大人，多谢了。不送。山东东昌府，刘墉。格格，您这是又要去找刘大人啊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反正皇上已经答应了，就算我爹怎么反对，我今天也是一定得走的。哎，格格，您别急，与您想的恰恰相反。这六王爷担心您一路上的安危，所以差我与您一同前去，护您左右。我爹他真这么说啊？真的。看来关键时刻，我爹还是顶点用的。走吧。走。哎，格格当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则钦差大臣刘墉查办山东东昌境内假传圣旨一案，未能如期申复正恩，现革去钦差大臣及本监各职，留戴罪之身，官降庶级，贬为东昌知府，继续查办此案，以其戴罪立功，勿负皇恩，钦此。刘墉领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呀，刘大人，咱家可是在皇上面前死保你啊！为了你这事儿，
我跟皇上谈了3天3夜，这结果呀，唉，这么多人，在那说啥呢？他们？心领，让您费心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呀？咱俩这交情不摆在这儿呢？是。嘿，您瞧我这记性，行啊！哎，赶紧着，把我给钱公公预备那顶级礼物拿来，快着！刘大人，您太客气了，您刚贬官呀。也是哈，行啊，那甭拿了，那就。哎呦，刘大人，备都备上了，我要是不拿都不合适啊。也是啊，行啊，那还是拿去吧啊！刘大人呀，放心吧，刘大人，我不白拿您的东西。回京之后呀，我帮您好好疏通，好让您早日官复原职。哎呦，多谢钱公公！谁让我有这个实力呢？哎，是。刘大人，我跟您说呀，这山东界内，傅大人可是经营了许多年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还得看傅大人的脸色行事。那是。哎，行啊，来了！哎，快！哎，留神脚底下，留神，那可是顶级的宝贝啊！哎，拿来，哎，钱公公，特地给您找的山东顶级宝贝。哎呦，东西金贵，东昌府地面上又乱，回去再打开。回去，明白。那我告辞了啊！哎，请。慢走。恭送钱公公。你看他那屁股撅的，那不就贴上去？哎，那他不就是那天见到那个钦差大臣吗？哎，好像是啊。那咋变知府了呢？哎，你说他这官是升了还是降了？这当然是降了。那降了好，他以后不敢嘚瑟了。那人家降了，你能把他怎么着？行啦，你们两个别看了，这楼下都来客人了，快去帮忙。哎，好的，姐。公公，这都出东昌府大半天了，刘墉送您的到底是什么宝贝啊？让小的们开眼呗。就你猴急的，进来吧。哎，得嘞。猴崽子，今儿个呀，就让你开眼。打开吧。好嘞。轻点儿，别给我摔着了。不会。哎呦，瞧你这出息，这么容易就被吓着了。公公，您走的时候，刘墉说这里面是什么宝贝了吗？他倒是说了，这宝贝呀，可是全山东最好的。我琢磨着呀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公公我什么宝贝没见过呀？哎呦，公公，这宝贝您还真没见过。不可能！不信您看看。
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，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你那儿，特别是那个和珅，他联络了朝内的大小官员，上奏皇上准备弹劾你。要不是为父左右逢源周旋，恐怕皇上早把你给法办。让父亲大人操心，孩儿深感愧疚。可孩儿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国舅爷，要不您去找找富贵妃？哎，还嫌宫里的事不够乱？啊，奴才知错了。儿啊，你妹虽然贵为皇贵妃，可是她有她的难处啊，你千万不能去麻烦她。刘大人，你也不要太过哀伤。我回到济南府，立即给家父书信，让他在皇上面前替您求求情。哎，多谢傅大人。为官这么多年呢，沉沉浮浮，刘墉早已习惯了。啊，只是这以后在傅大人麾下，还望您多多照顾啊。哎，您可千万别听那个钱公公乱说，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。是。哎，请问傅大人，那您何时赶回济南呢？这一晃，来东昌府已经2个多月了。济南巡抚衙门那边也确实积压了很多事情，我还真是归心似箭呀。可是这个贾传圣旨一案至今没个下文，我这心里着实的……傅大人您放心，此事卑职是不会放手的。不过呢，这所有线索呀，暂时中断了，卑职得从长计议。那就麻烦刘大人了。是哦，还有胡家兄弟一案。哦，嗨，那是个误会。不，我想说的是，胡家兄弟虽然与我有些私仇，但是希望不要妨碍到刘大人的秉公处理。有数。那我就告辞了。送傅大人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府台大人，刘大人，卑职前来报道。哎，报什么道啊？应该说呀，我们从今儿起开始上任。刘大人，有孟南姑娘这样出色的仵作，您何愁破不了案啊？哎，告辞。傅大人，大人，你这，哎，慢走，傅大人。能与大人共事，卑职3生有幸。大人，卑职有一请求，不知您可否答应？啊，你说。卑职想拜您为师，从今儿起跟着您学断案。行吧，行。那您答应了？哎，想学断案怎么就跟着学吧。拜师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。啊。那大人，您是不是觉得小女不配啊？没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考虑考虑，你得达到做我徒弟的标准，咱们再行拜师之礼。快受徒弟一拜。哎呦，不必，干什么这是？来，起来啊，起。刘墉，你可真没良心啊！一声不吭就跑了。你知道你来山东这些日子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天天惦记你吃没吃好，睡没睡好，是不是又遇上什么麻烦了？有没有生命的危险？我这一想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让夫人费心了，夫人那枪是……别给我打岔。本来我还想着这次来了是不是对你好一点，不再打你骂你了。可你倒好，直接让皇上贬为庶民了。知府？没我你知什么府啊？
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费了多大的劲儿在皇太后那儿帮你求来的？不知道。你现在知道了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知道了还那样？我没那样啊。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啊，那副色眯眯的小眼神儿，那手还握那么紧。哎，夫人，不是刚才跟您解释了吗？是他非要给我磕头拜我为师，我这双手一扶，这让您给看见了。什么拜师呀？你别给我再糊弄，这都是借口。不是，夫人，真不是。哎呦，夫人，孟楠这姑娘啊，刚刚死了父亲，而且父亲死的还很蹊跷，她这不是报仇心切、断案心切吗？可以理解。你说他父亲死了啊？还有一档子事儿，夫人不知道。夫人，您觉着孟楠姑娘长得怎么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，我是说她长得还不难看吧？有话快说。傅国泰瞧上人家了，这不说了吗？要利用回济南办案，带着邱武作一块儿走。你想啊，这么如花似玉大闺女跟他回济南，这能有好吗？这个啊，回得来吗？还？这老色鬼！哎，这是邱武作自己想了个办法，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，后来我明白了，哦，这么回事儿。他拜我为师，这样他就是我的徒弟。那傅国泰怎么也得忌惮3分，他不能娶我徒弟，这不顺水人情就帮他一忙吗？是这样。是啊，夫人。所以说呀，人家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不容易，这和珅什么这都瞧上人家了。这帮老色鬼，我真应该去告诉皇上去，把他们……不行，夫人，这事儿不能随便说，没发生呢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说人家没有真凭实据的？哎，夫人。所以说呀，这个女孩啊，脸蛋长得好看，也是祸害。什么意思啊？她好看，我好看啊？不，夫人，她怎么能跟夫人比呢？夫人不光长得好看，而且命还金贵。她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，可不就是让人欺负呗？你说现在怎么办啊？无父无母，无亲无故，容易吗？你说，哎。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啊！是啊，老爷，那我错怪你了。哎，没有。行了，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不行，惹夫人生了气一定要跪，必须得跪，一直跪到夫人消气。老爷，您是个为民伸张正义的大英雄。多谢夫人。那就快起来吧。不能。一定要等夫人消气。啊，对了，临来的时候，我爹特意嘱咐我了，说让你在这儿委屈一段日子，他会在宫中尽力帮你周全，早日让你官复原职。所以你只要在这儿踏踏实实的过一段日子，咱们就可以回京了。啊！哎呦，这可真是多有劳我岳丈大人了，这是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谁叫你是我的夫君呢？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你呀，就这嘴好。不，是夫人调教的好，调教的好。知道就好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在这东昌府，你可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夫人，那什么叫闲事啊？就是不许办案。啊？我爹告诉我了，东昌这地界乱得很，这不仅百姓们乱，这官府衙门更乱。你要是办案，保不齐会得罪谁呢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过一段日子，咱们就回京了。夫人，这为官一任，不管长短，总得保一方平安吧？这个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清楚啊。那你就不能答应我吗？可。刘墉。夫人，我先告退啊。哎，你，你乐什么你？
何侍卫，你笑起来挺亲切的。是吗？嗯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啊。雪儿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一喝酒醉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？哎呀，你心里不难受吗？我难受什么呀？我难受。老爷，你说你好好的一个警官当着，就为了查这个案子，皇上一句话就把你降那么多级，多冤呐！孩子呀，哎呦，这还哭了。好孩子，你还知道为老爷担心了？你这回操的这个心呐，操错了地方了。老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心儿啊，你怎么不想想啊？皇上是何等圣明啊，他怎么能中间不分把老爷给贬了呢？老爷，可是你也行了，我跟你讲吧，媳妇儿啊，老爷说到最后是个京官，在京城咱们威风凛凛，什么事都好办。但你到了这个地方，你倒腾不开呀，这是人家的地方，是龙你盘着，是虎你摸着，你不施展不开吗？老爷，你说的没错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这挺好啊。皇上一道圣旨，把老爷贬成东昌知府，好了，县官、县官全对了，这又变成咱的地方了，这不挺好吗？老爷，我明白点你的意思了，可是你还是被降级了呀！你这个孩子糊涂啊，心儿啊，那官大官小那就是个名儿，那怎么办？封你个巡抚，封你个总督，你还是办不了事儿啊，对不对啊？只要咱们能为皇上分忧，把案子办了，还百姓一个公道，这就行了。老爷，这朝廷上的官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行了行了，快倒酒吧，快！知府大人，大人，打扰啊！大人，您这第一次来小店儿，我给您加2道菜。哎呦，多谢。大人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您这来我们小店儿，就让我们小店儿蓬荜生辉。如果您觉得这饭菜还挺可口的，欢迎您常来，我请客。哎，好，对门嘛，一定常来，一定常来。那2位吃着，有什么事儿招呼我。没耽误您打烊是吧？啊，没有，吃着喝着。多谢。来，老爷，我给您端一个。行了，赶紧着，你还哭丧什么你？不哭了，我的孩子，哎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，这是喝了几口就喝成这样？你妈这不高兴，你用不用吐啊？啊？妇人怎么冲着衙门口烧纸呢？老爷到家了吗？没到，来，走，行，慢着啊，脚底下，看住，咱们就多赢他点银子，就那些个菜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不行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躺这儿了？
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这不是那个钦差大人的跟班吗？就踢你那个。这小子啊！你是什么人啊？哦，大姐不要害怕，过路的，过路的。看什么呢？